大家好，咱们今天又到了这个林海峰名局细解的第30集棋。这盘棋呢是1979年，呃，由这个林海峰执黑对桥本苍二，是这个第4届的棋圣战挑战者决战。地点呢是在大阪关西棋院。背景咱介绍一下。首先呢，这个胜本说呀，这个棋圣战是棋界最隆重的锦标赛，在一般的棋赛中以淘汰赛或联赛方式决出的优胜者将成为挑战者。只有棋圣战的挑战资格是在优胜者之间通过3局胜负的最后抗争决定的。这是3局胜负的第1局棋，是在大阪下的。东西的棋手就是指这个日本棋院东部的进行对局时，有关对局的场地是有严格规定。按照规定，第1局应在对局者中资历深的棋手所在地进行。因为桥本苍二是前辈，所以比赛在大阪。上面说，桥本苍二从少年时期就脱颖而出，成绩很不错。虽然曾出现过一段停滞的低潮期，但现在是关西棋界的柱石之一。桥本苍二在关东棋士对局中成绩优异，特别应该大书一笔的是，他在关西棋院内的角逐中曾连续5次坐上第1名交椅。而这种比赛的规定是，每届的夺标者在下一次仍需从零开始，一步步打入决赛。因此，取得这种5连霸是极为困难的。而且在5连霸以前，桥本苍二也曾几次夺得过这一锦标，在关西棋院内独树一帜。这是有关于这个一个背景的交代啊。咱们现在就开始看看这盘棋。黑棋是林海峰，这个都没什么然后点一个。这里面呢有这个走这个的，走这个黑棋搬这个，然后白棋再走这个。咱们由于时间关系对于这个变化咱就不多做介绍了，咱们就看实战实战当中出现的问题，咱们来探讨。这都属于正常吧。然后这飞了一个，飞这个时候呢，如果白棋选择穿象眼，吃这个争子的关系争子有利，他只能吃这个。这样呢，对杀白棋不利。所以呢，这个穿象眼不好。但如果碰呢，这样的话，白棋也是被封锁，也不满意。所以呢，实战呢，白棋选择了跨。这里面呢，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格言了就是逢飞必跨，逢跨别去断。你看，在职业棋手棋谱里很少有看到这个人家跨上来马上去断的。但是这盘棋呢，林海峰说这个棋还只能下这个。其实这样下呢，其实还是满意的再一尖出，这样走呢，黑棋要比实战好。实战用格言行棋，他走这个时候他就搬了，这是实战。这里面就是说黑棋以为他会走这个，他再来退，这样呢，黑棋是外势强大，可以乐观。这是黑棋的想法。白棋实战走的这个飞，变成这样。那么这里面的黑3这手棋黑3棋如果冲这个呢？
这里面变成这样以后呢，黑棋啊，这不好办了。假如黑棋是走这边封锁，强行封，那么白棋压这个，再压一个，然后把这一断，这就完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棋啊，当它粘的时候，黑棋就只能选择接，不能选择长。但是呢，白棋这一搬出以后啊，这个出头了，这个棋黑棋是显然是很难受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实战呢，他是选择走这边，这是实战。那黑棋这个时候如果选择长呢，这样白棋啊争到了先手，他会走这个挂，这个是林海峰不想看到的局面。也就是说呢，林海峰觉得现在这里啊不是要紧处啊，林海峰走的是这个，再来断。这手棋断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是选择长，会落后手的，落后手他把这个补了，这个结果呢，也不是林海峰想看到的局面。所以当他搬的时候，林海峰选择的腾挪。如果这时候白棋选择尖一个，也是常见棋形，但是呢，黑棋也不是很怕，黑棋走这个。下成这样，他再来点，这样呢，以后黑棋还可以瞄着这个扳，这是黑棋也是可以腾挪的。所以实战呢，这个白棋走的是长这个，那么长这个时候，如果黑棋跟着硬，这里有一个反扳，这个软闸离挤，软闸击，这个不好办。所以当这个白棋长这个时候啊，黑棋的下棋呢灵活转身，再从这边来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长这个，他再来走这个，这样啊就有了很大的区别啊。这样呢少紧了一口气，这个区别非常大。所以当黑棋走这个时候，白棋走了一个这个，走这个。这不是他走这个时候，白棋走的是这个，他没长这个，走这个，走这个，走这个呢，那就把这个上面补净了。补净的话，黑棋如果吃，林海峰觉得这里不大，所以他走的是什么呢？他走这个，再来。他始终认为啊，就如果争吃这边让白棋在这边先动手，他不满意。黑棋再来继续腾挪，那么这里面白棋如果是里扳，他要准备来一个将军抽车，是吧？再来将军抽车，然后呢手筋呢再来一靠啊，这样的话，这个白棋这个黑棋这一路组合拳呐，让白棋比较难受。所以在他靠的时候呢，白棋选择的是从这边扳。这个时候假如说呢，黑棋走这个断呢，其实也是成立的，也是好棋。那他走这个，再把这个尖出来。这样的话呢，从作战上看呢，这俩子不如黑棋这个方便，是吧？黑棋它上边子多呀，它作战起来比较有利。除此之外呢，就是说桥本宇太郎啊提出了，就是他走这个长的时候，黑棋甚至还可以走这个也挺好的，这样下也挺好。然后再来断一个，再来滚。这样的话呢，黑棋其实是子效更高一些，感觉是吧？变成这样，再来一接，这样的话黑棋也是很满意的。以上种种呢，就是说这个断呢其实是成立的。那么林海峰呢，他走是这个长，
长的话呢，就是说，他期待的是你挡这边，然后他再走这个。你连扳的话呢，就是打拔花以后，黑棋是先手，黑棋还可以走别的。所以呢，白棋啊不肯下那个普通棋形，他走的是粘这个。这手棋啊，林海峰自我评价不高。这个棋他认为黑棋应该走高位。咱们看看为什么是高位。高位大概呢是这样，他也会选择夹击。这样飞呀、把这个这面挡和这面的这个尖冲啊形成了剑合。走这个他再走这个，就是说高位呢相对来说比较从容一些。黑棋实战他走这个。这回他再夹过来以后啊，黑棋就不太方便了。如果是选择跳出，担心什么呢？你尖冲不到，尖冲它会冲断的，担心这个。那么实战他走的是这个，继续连扳。如果这是还选择跳呢？那这个差别挺大的。它这个位置，这个子的位置啊，这都差了一路，所以你再来尖冲也是不行的。你尖冲它也是来冲断你，所以呢，这就是他低位不理想。实战他走这个扳，白棋断上去了。假如这个时候选择吃，这个黑棋反而倒满意了。争到一个先手再来尖冲，这样的话呢，白棋负担太重了。所以这个时候白棋继续保角是吧？那么这手飞呀、咱们看一看他为什么要飞。实际上他走拐行不行？看看拐行不行？变成这样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这个是黑棋啊不利啊，这样下黑棋不利。但是，黑棋它可以在此之前，就这手棋之前，它先来一下，再来走这个，这样的话就不一样了。这样杀气呢，这个白棋不行。不过白棋呢也有办法，也就是说他在这边交换完的时候，这个跳的时候啊，白棋不去封锁他，他先走这个，他先压一下，然后再把这个角彻底给他做活，再来压，星冲中辅战。这样的话，实际上是黑棋的苦战。所以通过这个上面的变化呢，可以看出白棋实际上是单拐是成立的。桥本苍二呢没有这么下。实战他走的是飞，飞的结果明显感觉让黑棋把棋形走好了，是吧？下成这样，下成这样以后，如果说白棋拐成不成立呢？这有一段，争子不利，争子不利，争子不利的情况下呢，那他就只能是走这个，那这就完了，这棋就完了，下成这样就完了。所以白棋啊，还得想办法。白棋先做准备，在这靠了一个，然后再来拐。这如果是下飞呀、下飞的话呢不行，下飞他走这个，这样，这样的话呢，这里面实际是个结，那但这个子的位置啊，就成了个迂形，这个是也是白棋感觉不舒服的地方，所以他最终呢还是要拐，这就是实战。如果是白棋，这黑棋在这断，现在是不行了，断它的一长，这个就没棋了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他加，爬到这儿。爬到这儿啊，如果是白棋这时候选择活角啊，那黑棋搬起来也受不了。所以呢，白棋也是，这个时候要面临选择。如果选择长，长啊，这棋它就活了，这已经活了，活了呢，这就角就死了。所以这个白棋也不满意。那白棋只要再长一个，黑棋就活，所以白棋只能选择搬。
但是这里搬呢，这个成不成立是个问题啊。这长是绝对先手，那他还得吃这个。哎，他再拐，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棋当初如果是白棋这能之前交换过，那结果就完全不同了。现在没交换，你再来走就来不及了。这就是有这么个棋。所以呢，如果说白棋要想在这儿硬搬下来，他必须得先走这个。假如黑棋跟着硬，他这样还能断开啊，他再来搬，这非常复杂啊。到这儿呢，他再搬，他再断，这个双方会非常复杂。林海峰呢，也不想在这块跟他过多纠缠，所以说林海峰如果说当对方真的是压的话呢，他打算这么下，他打算就把这吃掉，然后呢，他搬这个，这里面也是非常的，哎呦，非常的复杂啊。铺这个，搞成这样，然后他再接这个，再来一飞。像这样呢，就是林海峰说呀，因为他连走两手了啊，外围走两手棋，他已经这面呢也基本上围成一个墙，所以黑棋已经很满意了。而且呢，这个下边啊，也不是说无条件吃，他想吃也不是那么容易。那你比方说黑棋以后有机会，黑棋走这个，他提，这里面时间是一个缓季节，所以这个棋吃起来也不舒服。好，回到实战呢，那这时候白棋啊，这个时候来扑了一下。那这个呢，林海峰评价都是一问手啊，他扑完再扑这个，其实这一下呢就扑不到了。这机敏的地方是吧？他期待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你来提我，我再来搬，这个都没什么区别。让它提掉。他再立在这儿，这样的话呀，这个是黑棋非常不利呀，这个棋形非常不利。这块他都不用交换了，是吧？都不用走了，这个受不了。所以当他扑这个时候呢，林海峰就把这棋搬起来了，他只能选择提，变成这样。那么黑棋啊，在外围走了三手棋，那么白棋在这儿吃到对方实木棋，所以谁好谁坏非常明显啊。白棋已经不利了。如果他是走这个靠上去啊，一搬一退一虎，黑棋形状很满意，所以呢，白棋是不肯，白棋溜边儿，黄花鱼溜边儿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是硬往前挺啊，这是非常莽撞啊，这是属于莽撞的下法。这一退，这黑棋那个白棋啊，就不好下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实战呢，他来靠一下，这是什么目的呢？就是当你如果退，那我再来走这个，看看这里有什么不同。他居然靠这个子能把它夹住，这太狠了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简直是黑棋是要哭了。所以呢，在高手的对局当中啊，就是说时刻酝酿反击呀、是非常重要的。黑棋这时候选择搬这个搬呢味道极好，是吧？他为什么不搬这头呢？就是他这里有加完他有这一虎，不干净。他把这边就这么走就挺好了。他搬这个，
这个时候啊，这个飞什么目的呢？期待你赢，你赢完了，他再一退，你这边还欠一个家，你还得虎，那这边的效率就低多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黑棋走的是跳，这也是个形状，白棋在这里用强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连海峰出现了失误。这里面如果是选择打这个，打这个呢，他走这个，他来一挖，他来一夹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他这手棋以后啊，你如果不赢，他这边有挤，所以这个硬挡啊，不是什么好棋。而这个时候，林海峰走了一个这个，那林海峰呢，这时候也是考虑过头了。就很多时候都是这样，不光是就短路，属于短路，就是他意想不到这个地方他胡整一颗，我也经常会遇到这些对手胡整一个，你可能就赢错了。所以这个棋呢，就走这个就挺好的，走这个弃了最佳，就这样。他这样呢，然后以后啊，黑棋留着就有这一飞，如果你打他能靠，他又复活了，他有这样的手段啊，所以这样下是最好的，这余味还有余味。我们来看这个棋啊，就是说这个飞，他考虑过头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如果这个实战他走的是这个，当这手棋下出来就可以感觉到，实际上黑棋已经有问题了，是吧？这迂形一出手就要有问题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桥本呢也错过了好机会，这个时候应该走这个，这样下，断掉它。那当他回吃的时候呢，他再来先手，你还得提呀，他再一跳，这个是最满意了。如果像这样干干净净吃掉，这个棋恐怕就要逆转了。而实战呢，这个桥本呢走的略微简单，是吧？他走了直接就吃这个了，再来飞，补掉，变成这样。下成这样以后呢，这个角上啊，实际上就有了很多的味道啊。咱们看看这个角上，角上呢这跨，咱刚才讲了这个逢飞必跨，逢跨别去冲了啊。那走这个，变成这样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顶啊和这个连形成了剑合，这个白棋其实是不行的。那如果它是连回呢？连回啊，形成了一个大劫啊，这个大劫，这个也是很复杂，所以呢，白棋也没那么下。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呢，这个冲行不行？实际上呢，在这种局面下呀，冲呢，这连海峰说也是可行的。所以有时候不能僵化，是吧？当然了，这个这么复杂，这走这么多手棋，我相信呢，对于他们来说呢，时间上也不是那么充裕了。很多时候职业棋手并不是需要硬算的，他是直感。这个局部这么下，明显感觉就不太合理了，他就避开了。那这样呢，也是一个大劫呀，所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握。
但是不管怎么说呢，我觉得白棋这个地方他不跨呀，一直到最后他也没有走，呃，其实是损失了个机会吧。这里他都交换掉了啊，然后白棋再来走这个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黑棋把这补掉，这个普通的来说，呃，这是见功夫的地方啊。为什么要补？咱们看一看。那假如他不补，这一冲，再一立，这个妙是吧？那再一扳，这里面就出事儿了，这黑棋不好收拾了。所以实战呢，他补，这个体现功夫了。我记得有一次，金灯大剑讲过是吧？就是有一个也是非常强的，我都知道这个人。这个人呢，很有名的，他那个茶馆棋，也是他跟这个金灯大剑呢，也经常的那个切磋吧，也算是跟我一样，类似是半打老师，半打这个朋友啊。那么一开始他下不过金灯大剑，那后来呢，金灯大剑说呀，他会补棋了，知道补棋了，这棋就不好赢他了。以前肯定是差一块，那他知道补棋了。当然，这个人非常厉害啊，这个人其实是高手。好，我们再来接着往下看，实际上他把这一长，最终他选择了这个潜水艇。然后呢，他的这一挤，这都非常的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相关性，但是呢，他在这块他动了脑筋的，乔本在这儿动脑筋。如果你选择粘呢，它在长，这个飞呀是捕捉的好形状啊，这是仅此一手。这样的话呢，把这边捕捉到了，但是这一般这里面哎这个棋不好办了，你只让他过，不让他过这一段受不了，他只让他过。所以呢，实战呢他没选择粘，实战他选择立。咱们一会儿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他选择立不选择粘啊？这里面依然有这个棋。他走这个，走这个以后，他往前长，再来扳。那么这里面呢，他扳呢，如果你敢挡，哎，就变成这样了。变成这样呢，李彦荣说呀，像这样的这白棋把角儿活了啊，所以呢，就是说他即使立，实际好像也没起到啥作用，是吧？就总之这里面有棋，我们来看一看。刚才咱说了，他这里面那种下法，实际上白棋是有借用，是吧？那这个时候呢，当他搬的时候，李海峰准备啊，他走这个，这是实战，他走这个，他不去马上走这个啊，那这回他这个力呢就起了作用了，要比在这个粘的位置要好多了啊，这就是他力的目的。这都没什么。那么这时候如果白选择靠是不行的，靠他走这个，他再走这个，嗯，如果说你这时候来打这个是不行了，你打这个，哎，你打这个他走这个，然后他以后还瞄这个，这都成他家的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白棋选择实战走这个。假如说你走这个，他走这个，哎，变成这样。这样呢，就是说他没说这样好不好，他就说呢，这样就把边界划分了。实战呢，他没有去挡这边，他是走这个扳。那看来他觉得这个划分地界不是他满意的。
如果这时候再往前长是不行了，长的话这长进去这一段就不行了。实战是虎，变成这样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白棋如果选择冲，变成这样，这样呢，这白棋就不行了。我们接着往后看啊，现在下到这儿，呢，实战呢，白棋是选择的是这个。实际上，他如果选择冲啊，这个棋，哎，这个是有救的，白棋不至于死啊。我就先冲，啊，再来打，这样的白棋黑棋不能冲这个，他只能接这个。在接这个之前呢，可以先把那边交换一下啊，就这个交换掉，然后把这一接。那当他接的时候，这时候黑棋只能选择走这个。杀气的话呢，白棋先动手是吧？这个黑棋死了，所以这是成立的。假如说这个白棋不冲这一下，直接走，这回你会发现呢，你没冲这一下，他反过来他先冲你了，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他这一长，那这面断和这个走就成了剑合了，所以这个是白棋是不行的。所以桥本这个棋，他是不是应该像刚才说的，这俗的溜的冲一下呢？这样可能更好一点吧。实战他走的是这个，走这个以后，林海峰走的是这个，那他就气了，气的是不是有点多呢？感觉有点多是吧？当然他这一溜便宜也还好。他这手棋啊，当他打这个时候呢，黑棋选择搬这个，像成这样。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白棋选择搬，黑棋啊顺势在这窜啊，这样的话，给借劲儿了。所以这个时候白棋选择飘了一个，再把这一粘，这样呢进入到了中盘，再把这个接回。到了中盘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了。到这儿就180手了啊。那咱们还是老规则，就是说180后面我就不往后摆了。那好吧，谢谢大家观看，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。